他们明明是新婚小夫妻，可偏偏每晚新娘子都裹得严严实实。原来两人是属于近亲的表兄妹，况且家族中有先例会生出长着猪尾巴的怪胎。新郎被这紧身裤搞得兴趣全无，他只能将注意力转移到喜爱的斗鸡上来。新娘则恪守母训，整天昼夜提防着，生怕出大事。本以为生活就这样百无聊赖下去，没想到一场斗鸡比赛彻底改变了小两口的命运。要说新郎何塞别的不太行，但他养的鸡绝对是鸡中的战斗机。结果仅仅数到3，就将倒霉蛋的斗鸡给搞死机了。这下憋屈的蜜月可算有了点乐子，怎料对方输了比赛，却要逞一时口舌之快。自己老婆哪轮得着闲人说3道4？再者，男人最怕别人说他不行。何塞听到这个哪还受得了啊？他随口就撂下一句狠话。何塞气冲冲回到家，他拿了把长矛转身就走。返回广场之后，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扔了出去，谁成想倒霉蛋倒了大霉，竟然直接就被戳穿了喉咙，当场毙命。何塞拿着血淋淋的长矛回家，妻子这才知道丈夫因为自己闯了大祸。为了不让悲剧再次发生，两人终于不顾家族的诅咒，让感情得以升华。没想到第2天，镇长经过核实后，居然宣布何塞是在光明正大的对决中杀死了对方，所以被判定为无罪。然而怪事也随之而来，当晚他们就看到了诡异的一幕。只见那个倒霉蛋的魂魄竟然找上了门，手里还攥着用于止血的芦苇团，从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小两口也被折磨得整日寝食难安，甚至晚上洞房，倒霉蛋都要拉着个死脸在一旁观战。这样下去他们非疯掉不可。于是小两口决定离开这个鬼地方，再也不回来了。何塞要去山的那头寻找大海，这样就可以平静地过没羞没臊的生活了。临行前，老岳丈送了一箱金币，丈母娘还狐疑地摸了摸女儿的安全裤。随后他们向倒霉蛋的魂魄告别，没有挥手就踏上了一段未知的旅程。何塞的朋友们也拖家带口，兴奋地加入了这支浩浩荡荡的冒险队伍。他们开山劈路，一路靠打猎和采摘填饱肚子，直到有一天晚上，妻子乌苏拉突然呕吐不止，紧接着又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小猪仔，他立马从梦中惊醒。是的，他虽然一直担心，可还是怀孕了。而后他走路不便，大家就轮番抬着他继续前行。很快在接生婆的帮助下，他顺利产下了一名完全正常的男婴。他悬着的心这才放下，因为孩子光滑的屁股上也没有长尾巴。在将近2年的穿山越岭之后，他们成了第一批看到山脉西坡的人。他们看见了大沼泽地辽阔的水域，一直蔓延到世界的另一边。但何塞仍旧坚信，梦想中的大海就在沼泽地的另一头。他们就这样又盲目游荡了数月，直到每一个人都瘫在河岸边，再也走不动了。何塞也累得沉沉的睡去。他做了个奇怪的梦，他梦到脚下的土地矗立起一座喧嚣的城市，城中林立着以镜面为墙的房屋。这座城还有个奇怪的名字，竟然叫做马孔多。于是醒来后，他向大家宣布，再继续傻傻的寻找下去实在是荒唐可笑，所以他决定留在这里定居。马孔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起初这里仅仅是一个只有20户人家的村落，大家在河岸边用粘土和芦苇搭建起房屋。闲不住的何塞又捉小鸟送给每家每户，吵得乌苏拉都用蜂蜡塞住了耳朵。生活如世外桃源般安静祥和。马孔多也从此刻开始书写了长达1个世纪7代人的魔幻家族史。故事的转变来自于一个吉普赛人，因为这天村子里来了一个家庭商队，带头的人自称叫老梅，在穿越沼泽时被鸟强有力的歌声吸引而来。出于对商业的敏感，老梅上来就展示了炼金圣贤们的第8大奇迹，然后命人从盒子里拿出2个石柱。只见厨房里的锅碗瓢盆立即开始晃动，紧接着就被吸到了磁石之上。何塞都看懵了，村民们也不禁拍手称奇。这时他不安分的小脑瓜就动起来了，用这个神奇吸金子不是立马就成富豪了吗？于是他不顾妻子的反对，用家里唯一的2头羊去换那2块磁石。不过老梅却很实在，还提醒他磁铁可吸不了金子。但冲昏头脑的何塞哪听得进去，表示遇上大块宝石或者一座金矿就行得通了。从这以后，他便整天带着2个小兄弟到处吸东西，但可想而知一准遇到了失败。他唯一的收获竟是一副埋在土里的骷髅头。3人挖了1个星期，结果却偏偏挖了个寂寞。好在妻子及时浇灭了他的幻想，因为乌苏拉又怀上了第2个孩子。他不得不舔着脸要回山羊，没想到老梅真是地道，不仅退回了山羊，还将指引他们走出沼泽的星象盘和指南针，甚至葡萄牙的几张旧地图都统统送给了何塞。这下他的眼睛就又亮了，他又开始夜复一夜地观察星辰运行，还计划着出去探访其他无人居住的领域，以便结交拥有璀璨文明的芸芸众生。而后他又带上那2个大冤种朋友，踏上了出门探险的旅程。这一次他们竟然找到了一艘破烂不堪的帆船，他急忙顺着溪流的方向跑去。也许是命运的捉弄，他苦苦寻找的大海竟突然出现在了眼前。回家后，他迫不及待地将这个消息告诉给妻子，可妻子却近乎哀求地让丈夫留下。没过多久，何塞和乌苏拉的第2个儿子也出生了。幸运的是，2儿子也没有长出奇怪的尾巴。但此刻谁又能想到，孩子长大后竟有了一种能预知未来的特异功能。Mamá, la olla se va a caer. Está bien puesta, Aureliano.
乌苏拉养了2个古怪儿子，他们天生就有种说不出的诡异能力。老二虽小，却总能表现出感知未来的特异功能。老大将成年就强壮无比，甚至都能徒手生擒一只健硕的野猪，就连身体的某些部位也大得出奇，不巧撞见都得羞臊的背过身。由于总是找不见儿子的踪影，所以乌苏拉常常求助于会占卜术的卡牌女，一来二去2人就熟络起来。这天他忍不住把儿子身体的异常说了出来，本以为这是家族近亲联姻的魔咒，可卡牌女却说孩子正在长身体属于正常现象，如果实在不放心，也可以帮他用卡牌推算一下未来。于是很快大儿子就被请到了卡牌女的命运小屋，在随意抽出3张纸牌之后，谁知立即令卡牌女惊出一身冷汗。可傻小子哪懂里面的深刻内涵啊，却发现卡牌女竟然将手伸到了桌下，他感到一种酥软无力的恐惧。好在母亲的到来打破了急速升温的尴尬，殊不知这无意的一个小玩笑，却将大儿子和卡牌女的命运搅在了一起。结果到了晚上，大儿子就胡思乱想的再也睡不着了，他偷偷溜出家门，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卡牌女的房间。于是在这月黑风高的晚上，大儿子终于长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几天之后，乌苏拉没有察觉到身边人的异常，可小儿子却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因为哥哥每晚都溜出去玩，直至深夜才悄悄地回来上床睡觉。他不停地追问，最后终于得到了一个活色生香的爱情故事。2个儿子不让人省心，谁知丈夫何塞更是奇葩的对孩子全然不顾。当时马孔多已发展成了活跃的小镇，所以何塞就一头扎进了黑科技的实验中。这一次他开始研究放大镜的功效了，他要设计一个利用太阳攻击的光武器，这样就可以拿去卖给政府了。可乌苏拉却认为丈夫这些所谓的天才设计都换不来生活费。很快又到了每年的3月3，那个吉普赛人老梅又回来了，没想到对方见到他的研究赞不绝口，并且还给他带来了一车新玩意儿。原来这大大小小的瓶子竟然装的是各种各样的化学元素。实际上老梅在布置一个实验室，这也将对马孔多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从此后何塞就醉心于炼金术的研究，还偷偷将妻子的金币全部拿走。而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把金币炼成了一坨废品。乌苏拉见状顿时就怒了，便将照顾孩子的重任完全交给了丈夫。因为自己的糖果生意已走上了正轨，于是没钱再折腾的何塞这才回归父亲的角色。他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又陪着孩子们在河里浑水摸鱼，一家人的关系也逐步和睦起来。经过父子3人的共同努力，放大镜聚光导致燃烧的实验也大获成功。很快就又到了每年的3月3，吉普赛人的大规模商队又回来了。何塞带着儿子们走进热闹的集市，这里仍旧还是那么的新奇，他又被黑科技之屋的叫卖声深深吸引。在付了30蒂纳尔之后，父子3人第一次见识到了寒气逼人的冰块，谁成想摸一下还要5蒂纳尔，于是来都来了，3人都好奇地感受到了刺骨的冰凉。紧接着他们又惊奇地看到，怎么一个老人把糖浆扣在了头上。何塞想上前打听一下为何不见老梅的身影，他这才知道，原来老梅已葬身于新加坡的沙洲之上。他嗡的一下天旋地转，可在追问对方已经隐身成了一股黑烟。他悲伤地回到家里，好在有包容的乌苏拉温柔的安慰。为了祭奠老梅，何塞又一头扎进了荒废了近1年的炼金术中。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第3个孩子咕咕坠地，本就提心吊胆的乌苏拉立即全身检查。幸运的是，这个女儿仍旧没什么异常。没想到第2天一早，何塞就奇迹般的将实验的金子炼成了。然而大儿子却觉得像一坨狗屎，他上去就是一大耳刮子。这下大儿子一气之下又找卡牌女找安慰去了，并表示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而他想要的就是整天和眼前的女人腻在一起。随后2人开心的来到集市，这里还有一种魔毯可以在天空飞行，他们满眼都是幸福未来的憧憬。卡牌女趁机还说出了一个更大的惊喜。经过他日更不辍的忙活，卡牌女理所当然的怀上了2人的孩子。可大儿子顿时就懵了，自己还是个孩子，怎么就有孩子了呢？于是当天夜里，习惯晚上出去鬼混的他又跑到夜市上散心。他突然发现，原来吉普赛的少女更加年轻漂亮啊！从此后，他就从马孔多彻底消失了。当乌苏拉发现孩子丢了时，就立即拉着小儿子前去寻找。他终于在集市问了个清楚，原来昨晚大儿子和吉普赛女郎混在了一起。然而1年1度的车队已经远去，他只好留下小儿子果断地追进了树林。丈夫何塞听说后也立即带人去找，可3天后，所有人都沮丧得无功而返。就这样，没有女主人的生活虽然照旧，但家里总是显得有一种莫名的凄凉感。La canasta. Papá. Propiedades de la materia, hijo. Nada extraordinario si logras entender. 浑浑噩噩的5个月过去了，这天女主人乌苏拉终于回来了。原来她走到了大沼泽另一边的城镇，还带回来很多会熟练使用工具的新移民。这下一家人总算是重聚了，只可惜她依旧没有找到迷失美色中的大儿子。不过这次家里又多了2位仆人，很快生活就又恢复到了从前的宁静祥和。没想到当天夜里，他们就看到卡牌女抱着一个孩子找上了门，原来是大孙子出生了。但可惜对方的名声不太好，所以乌苏拉愿意接纳大儿子的私生子，却必须让对方承诺不能再踏进这个家门半步，并且也不能让孩子知道生母是谁。于是无奈之下，卡牌女只好和亲生骨肉一一惜别。这是布恩迪亚家族的第3代人，却被何塞命名为大儿子一样的姓名。而这一幕也被埋头在实验室内钻研的小儿子看在了眼里。随着时光的流逝，小儿子也渐渐变得成熟起来，他的妹妹和侄子也长成了大孩子，而他那与生俱来的感知能力，也将带他走向一个传奇又辉煌的人生。
¿Alguien va a venir? 送上门的女孩诡异的有点吓人，刚刚才9岁就染上了一身的神秘怪癖。她随身拿个麻袋，可里面装的竟是父母的遗骨。她瞪着眼睛，却喜欢坐椅子上摇啊摇的。她是何塞的远房表亲，被2个皮革商人用驴车送到了马孔多。别看她脏了吧唧的，据说她还是镇上最漂亮的姑娘。信上只说她叫丽贝卡，可也没说清楚委托人到底是谁啊。好在女主人乌苏拉表示，看孩子这么可爱，咱就留下吧。问他名字也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的摇啊摇的。如果再问他饿不饿，他就将麻袋紧紧抱在怀中，继续摇啊摇。乌苏拉憋了一口气，心想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殊不知这个丽贝卡将会是全镇居民的噩梦，她成了乌苏拉的养女，被安排和3女儿同住一个房间。可打开麻袋就傻了眼，怎么里面的骷髅头也在晃个不停呢？更怪的是她还怕生，居然端来美味的甜粥她也不吃。她转身就走，抱起麻袋就回了房间。一直到了晚上，她还是坐在摇椅上不停地摇啊摇。孩子们都吓坏了，原来这就是二儿子3个月前预感要到来的人了。而转眼功夫，丽贝卡竟又神秘地消失了。第2天一大早，她又被仆人带到了餐桌前，可全家人都吃了起来，唯独她一个人盯着碗纹丝不动。何塞急忙劝说这是全镇最好吃的山药汤，没想到他竟然直接将碗推到了一边。这下乌苏拉可急了，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可丽贝卡竟又试探着把碗推向了桌边。乌苏拉简直要气炸了，于是连拉带拽的将丽贝卡关了禁闭。全家人看得不敢吭声，只觉得这孩子未免也太倔了吧。谁成想饿了2天之后，半夜他竟突然下床跑了出去。3女儿好奇地跟进了院子，可眼前的一幕却将他吓了个半死。只见丽贝卡蹲在菜园里，居然在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土。很快，全家人都被这不可思议的一幕震惊了。乌苏拉心疼地上前劝阻，可接下来的状况更加毛骨悚然。最后在众人的合围下，终于将喜欢吃土的丽贝卡抓获了，紧接着绑在椅子上，又试图强行往她嘴里塞入药水。没想到情急之下，丽贝卡竟突然说话了。原来丽贝卡会说话，于是乌苏拉答应只喝一口汤就饶了她。没想到这个办法还真管用，她喝了一口之后肚子里翻江倒海，而后立即就说了第2句话 Gracias, mamá。乌苏拉的心立即软了下来，丽贝卡吃土的习惯就这样被治好了。万万没想到，从此后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在饭桌上什么都敢说。这孩子居然又成了一个话痨。可是当天晚上，2位仆人就被一种莫名的咯吱声吵醒，他们急忙出来查看，却发现丽贝卡又坐到椅子上摇啊摇，表面上她像是在梦游，然而叫醒后却露出了一双瘆人的白眼珠。仆人见状立马开坛做法，原来他们认的这是一种叫失眠瘟疫的怪病。女仆将后果告诉给一家人，并表示这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一旦染上就再也无法入睡。但何塞一听就笑了，反倒说如果是真的，生活会变得更充实。一旁乌苏拉也不以为然，还痛快地给女仆放了半天假出去透透气。就这样，白天丽贝卡跟着孩子们卖糖果，晚上则兴奋地玩起了捉迷藏。他们点灯夜游，紧接着就发现镇上所有人都跑出来狂欢了。而刚开始多出来的时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们熬夜工作也不知疲惫，马孔多瞬间变成了一个热闹的不夜城。可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不睡觉的后果就渐渐露出了可怕的端倪。因为何塞突然发现大家的记忆力开始不受控制的减退，为了抵抗健忘症，二儿子想出了到处贴标签的好办法。于是很快，家家户户都挂上了写满提示语的花灯。然而用词语维系的现实也终将一去不返了，因为人们开始遗忘事物的名称和概念，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将文字本身也忘得一干二净。何塞意识到已经失控，就连朋友也不认识自己了，甚至女人都误认为丈夫是偷摸上床的老色痞。很快，全镇陷入了一片混乱，到处是近乎疯狂的人们。更不幸的是，何塞都开始凭空出现幻觉了。他竟然看到被自己穿了脖子的倒霉蛋，居然又过来向他发起挑战。失眠正在剥夺病人的自我意识。一向淡定的乌苏拉也懵了，他的记忆被退回到寻找大儿子时的场景，而二儿子唯一记清楚的是当初哥哥给自己描述的那段甜蜜的快乐时光。如果再这样下去，整个马孔多的文明将消耗殆尽。直到有一天，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来到了小镇，他推开何塞一家的大门，而何塞早已认不出眼前的人究竟是谁。再看后面的院子里，到处游荡着精神恍惚的灵魂，此人就不是别人，正是那死而复生的吉普赛人老梅。他立即配置了药水，又将液体轻轻送进了何塞的口中。下一秒，两个老朋友终于可以相认了。老梅拍了拍肩膀，就看到何塞立即倒地沉沉的睡去。随后他将药水给全家人一一服下，又给丽贝卡多喂了2勺。他经过一夜的奋战，终于让全镇居民都鼾声四起的睡了过去。原来这种病就像一条衔尾蛇，时间也在人们醒来后推进了好多年。如今的何塞已经成了老何塞，老梅也留在马孔多安度晚年开了家照相馆。二儿子一转眼已长成了大人，都开始穿父亲的衣服了。而丽贝卡出落的最为标致，拥有完美无瑕的皮肤和大大的眼睛。3女儿阿玛兰达则相貌平平，但天然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再看那个胖胖的
大孙子，虽然遗传了大儿子的特长和能力，却仍旧长得像个孩子。还有人说从背后看更像是个女人。于是，在老梅的指挥下，布恩迪亚家族有了第一张全家福。这天，二儿子奥雷里亚诺走上大街，就发现这里居然新开了一间灯红酒绿的夜店，并且朋友们都爱在这里消遣。当听说他还是个不懂世事的生瓜蛋子时，损友们就直接将他推向了劳保。无奈之下，他只好从钱袋子里抠出2个铜板，然后强忍羞涩上了6楼。他都快24岁了，还总被嘲笑是个没经验的童子鸡。他庄重地敲了3下，紧接着又整了整父亲留下的马甲。他兴奋又好奇地推开门，却看到了一张被风尘洗劫而又稚嫩的脸。奥雷里亚诺顿时就惊呆了，眼前这分明是个尚未成年的小女孩啊！原来为还清奶奶欠的债，小女孩居然每晚要接待70名客人。她想了想，什么也没做，而是留下100倍的20披索就转身离开了。她回到家，整个人都不好了，脑海里仍旧闪现着那楚楚可怜的眼神，而那诡异的感知力又时刻提醒她，自己一定要终身远离女人。然而事情却跟她预想的背道而驰，她命中的桃花从此刻开始悄悄地泛滥了。随着2个妹妹的发育长大，母亲乌苏拉意识到孩子们都到了婚配的年龄，于是便拿出半辈子的积蓄，开始着手大兴土木的扩建宅基地了。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可父亲老何塞却依旧沉浸在自己的照相事业中。自从看到银板上第一张全家福的显现，他就又开始了自己的突发奇想。他相信只要上帝存在，那么迟早有一天会被他拍到。可是他扛着相机走遍了马孔多各个角落，却仍旧没有找到上帝的影子。他心烦意乱，甚至在朋友老梅那里也得不到答案。直到听见了钢琴的声音，他才意识到上帝可能就在自己的家里。原来为庆祝新家的落成，女主人乌苏拉特意从首都定制了一架钢琴，而护送这个昂贵大家伙而来的人，则是一位100万调音的钢琴师。就在这个时候，钢琴师见到了2位亭亭玉立的大小姐。左边的是养女丽贝卡，右边的则是3女儿阿玛兰达。就是这一短暂的邂逅，从此展开了3人多年的爱恨情仇。但此刻母亲乌苏拉也没想到，原来买钢琴还赠送7天的舞蹈课。她本要警惕的一口回绝，可女儿们却春心荡漾的恳求给自己上一课。于是母亲提出了2个条件，那就是上课时必须有小侄子全程陪同，而且不允许有任何身体接触。很显然，2个女儿几乎同时对钢琴师动了心。随后在母亲的注视下，第1节舞蹈课就这样开始了。可音乐一旦响起，哪里还记得住不准身体接触的警告啊？而老何塞只顾着寻找上帝，就根本没将跳舞的黄毛看在眼里。就这样，经过7天的朝夕相处，转眼到了钢琴师离开的日子。可是，在临行前，钢琴师却留下了一定会再回来的一句话。而看着钢琴师骑马远去，姑娘们却已经被迷得不要不要的了。没想到当天夜里，老何塞就将钢琴拆了大卸8块，他想研究一下是怎么自动演奏的。可乌苏拉简直要被气疯了，因为第2天就是庆祝新家落成的晚宴，他本想借此时机为2个女儿寻找几个顺眼的追求者。幸亏老何塞懂得重新组装，舞会这才在钢琴的跑调声中拉开了帷幕。然而养女丽贝卡看着眼前的舞伴，竟然直接就幻想成了思念的钢琴师。可一个转身之后，被现实打击的他转身就冲出了门。是的，可怜的他又犯病了。他将这相思瞬间化成了变态的食欲，他一把一把的将泥土塞进嘴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内心的痛苦。而就在热闹的舞会现场，女仆却送来一封来自政府代表的信件。怎料信中的通知更是奇葩，居然要求所有人必须把房子粉刷成蓝色。这下老何塞立马就怒了。第2天一早，他就带人找了过去，没想到对方不慌不忙，居然拿出了受命出任本镇理政的政府令。可老何塞根本不吃这一套啊，他索性将文件撕了个粉碎，并表示马孔多就不需要理政这样的管理者。怎料对方还想掏出武器，老何塞忍无可忍，大家也都立即亮出了家伙。紧接着，这个倒霉理政就被居民们插了出去，直到镇口才将其放下。然后老何塞便发出了警告。听到霸气留言的李正傻了眼，看来自己仕途的道路摊上大事了呀。然而没过多久，一辆满载着家眷的马车来到了马孔多，而车上坐着的大家长偏偏还是那个新官上任的李正。他奔着打不过就加入的理念，竟带着老婆和7个女儿举家迁徙到这里定居。他不仅带了一大车行李，还有政府的宪兵队一路护送。而坐在车尾的蕾梅戴斯也即将成为马孔多有史以来最美的姑娘。就在这一车女眷招摇过市的时候，却被路旁的奥雷里亚诺看在了眼里。这蕾梅戴斯的歉意让奥雷里亚诺身体的某个部位疼痛难当，而那种痛楚几乎令他寸步难行，就犹如鞋子中落入了一块硌脚的石头。此后他朝思夜想，他已然做不成除了爱的其他任何事，以至于他整日买醉，直到把自己灌得飘飘欲仙飞了起来。他已经忘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只知道好像在一个女人的床上醒来。奥雷里亚诺浑浑噩噩地走出门，他决定把这件事告诉给父母。可
可当他说出女孩的名字时，父亲老何塞顿时就沉默了。原来，女孩的父亲是新官上任的李正，而自己的父亲却是30年前建设小镇的元老。对方代表了横插一杠的政府，可老何塞却认为一手创办的马孔多必须自治。显然双方立场冲突，所以他们把彼此视为了唱反调的仇敌。没想到两位夫人一见如故，为了尽地主之谊，乌苏拉还将对方母女3人请到家里做客，并吩咐2个女儿热情招待。就在这时，发生了2件事：养女丽贝卡竟然收到对方偷偷递来的一封信，原来是她日思夜想的钢琴师，而这个隐秘的举动却被极度警惕的3女儿阿玛兰达看在了眼里。同时，在制作小金鱼的奥雷里亚诺也恰好遇到了小美女蕾梅黛丝。只是看到这回眸一笑，他就预感到自己会有17个孩子，从此家中就被爱的气息填满。哥哥奥雷里亚诺被迷得神魂颠倒，而妹妹丽贝卡见信如见人，都恨不得每天抱着信纸睡觉，并且回信也很神秘，竟然还和对方约好了街头暗号。就这样甜蜜的书信传情，直到有一天，他迟迟未等到钢琴师传回来的消息，思念的痛苦再次转化成疾，丽贝卡又开始深夜跑到院子里吃土了，并且思念有多痛，她吐的就有多邪门。这天，母亲乌苏拉终于发现她病倒了，手里还紧紧攥着钢琴师的最后一封回信。老何塞这才知道，原来都是那个娘娘腔惹的祸。可听到信中如潮水般肉麻的话语，一旁的3女儿阿玛兰达简直要崩溃了。她一头扎进卫生间，用剃须刀在手腕上割了数刀，而母亲又怎会不知道女儿的小心思？竟在盒子中惊奇地发现，阿玛兰达也有许多给钢琴师未寄出的信。于是很快，所有信件都被母亲乌苏拉扔进了火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奥雷里亚诺提出了向李正家提亲，于是老两口做了妥协，干脆成全儿子和养女2个人的心意。在得到消息的瞬间，丽贝卡便恢复了往日的活力，而阿玛兰达表面上也接受了这个决定。可是提亲时却遇到了难题，原来漂亮的蕾梅黛丝竟然还是个未成年的小姑娘。随后2位夫人协商后同意婚事，但必须等女孩到了生育年龄再完婚，并且李正也趁机提出个附加条件，2人的婚礼必须在教堂举行。这也就说明不受宗教束缚的马孔多即将要建成一座接受上帝洗礼的教堂。老何塞是10000个不愿意，可为爱奋不顾身的奥雷里亚诺却微笑着伸出了手。无奈之下，老何塞想找朋友老梅征求一下意见，却发现对方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听到了老朋友最后的遗言，然后吩咐大孙子带着遗体去河里好好洗个澡。谁成想这洗澡又出了岔子，老梅竟神不知鬼不觉的突然不见了。这下全镇人从黑夜找到白天，终于在下游的山谷中发现已经被乌鸦啄食。他急忙命人抬了回来，然后按照对方的临终嘱托进行复活，因为他知道老梅有不死之身，却不知那只乌鸦已经带走了他的魂魄。老何塞努力了3天3夜，是乌苏拉的一番话将其点醒。他这才同意风光下葬，并为马孔多成立以来第一个过世的人哀悼3天。其实还有一个伤心的小徒弟，因为老何塞在外面处理事务的时间里，是第3代的大孙子陪着老梅走完最后一刻。他抱着闻讯而来的卡牌女痛哭流涕，却不知此人正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就在这个时候，钢琴师得到准许婚配的消息赶回了马孔多。未婚的小两口天天腻在一起，很快就引起了阿玛兰达的羡慕嫉妒恨。而这番恶毒至极的话，恰好被一直担心的母亲乌苏拉听到，所以她决定带女儿出去散散心。殊不知这一离开家里就出现了巨大的变故。虽然丽贝卡有了爱情滋润，但总是担心自己的未来。至于奥雷里亚诺，则专注于教导未婚妻的蕾梅黛丝，而老何塞为缅怀老友，就又回到了从前作为炼金术士的日子。只有一样喜欢钻研的大孙子一直陪在他身边照顾他，渐渐沦为了臆想的奴仆，总觉得自己活在星期一，甚至找因为斗鸡被他杀死的邻居说话。他终于要和不堪的往事告别了，直到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还有外出散心迟迟未归的妻女。他彻底崩溃了，他愤怒之下砸了实验室，他想让时间停止，让一手创办的马孔多小镇开启永恒模式。可儿子却认为他疯掉了，急忙呼叫所有邻居过来帮忙。在一番命运的挣扎过后，老何塞被绑在了庭院的树上。当乌苏拉带着女儿走进家门时，看到的是一个目光呆滞又憔悴的老何塞。他满含热泪地看了看儿子，儿子却摇了摇头。此刻的他突然意识到，布恩迪亚家族的第1代就要陨落了，老何塞已经彻底认不出他们了。她于心不忍，帮丈夫解开了被绳索勒烂的手脚，只留下腰间的那捆绳索让他舒服一点。岁月匆匆让老何塞变得迷茫，
而时光荏苒也催促着蕾梅黛丝快快长大。突然有一天，她做了个奇怪的梦，她梦见自己泡在大森林中的浴缸里，水中竟然浮现出一丝红色，很快血水就侵染了白衣，紧接着她就被这突如其来的初潮淹没了。妈妈！结果醒来后就发现了可怕的一幕，她看见被血染红的睡裙，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妈妈，me voy a morir。怎料6个姐姐却反而笑了，只要姨妈到来，她第2天就可以出嫁了。蕾梅黛丝是7朵金花中最小的一个，却也是第一个嫁人的姑娘。而新郎奥雷里亚诺是极为幸运的，因为按照马孔多小镇的传统，岳父会带着浩浩荡荡的女眷将新娘主动送上门。2人的婚礼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他们竟然将神父直接请到了家里。可第一次结婚谁都紧张，新郎竟一时手滑将戒指滚落在地，这可是个不祥的预兆。奥雷里亚诺倒要看看究竟会指引到什么地方，他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却被这新婚之夜冲淡了一向谨慎的担忧。而新娘蕾梅黛丝从这天起就表现出了永远的镇定自若和从容优雅，并像一个坠落人间的天使，担负起照顾被绑在树上的老何塞的重担。所有人都为这镇上最大的喜事而高兴，唯独养女丽贝卡郁闷着一副苦瓜脸，因为今天本来也是她的成婚之日，但就在前一晚，未婚夫突然收到了母亲病危的紧急信件，于是就即刻动身去了首都。然而今天一早，钢琴师的母亲偏偏又高兴地来参加婚礼了，她嗡的一下差点没晕过去。那封支开钢琴师的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而今晚最为得意的人，却当属家中的3小姐阿玛兰达了，因为正是她在从中作梗，这才搅黄了情敌丽贝卡的大好事。可是第2天一早，钢琴师就快马加鞭地赶了回来，谁成想母亲却恰好离开，母子俩就这样完美的擦肩而过了。要说良辰吉日还没有过，2人就地洞房花烛也没什么毛病。可偏偏钢琴师认准了一根筋，他没有母亲在场就绝对不能结婚。尽管这一幕甚是虐心，但阿玛兰达总算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2个大小姐的关系火药味十足，可蕾梅黛丝的到来让整个家都充满了活力，并且只有她能和疯了的老何塞交流。她宛如一缕令人愉悦的清风，缓缓吹化了布恩迪亚家的坚硬门墙，整个房子都洋溢着她蓬勃的朝气。她尊重家里的每一个人，很快便成为了女主人乌苏拉的掌中宝。丈夫奥雷里亚诺也在她身上找到了生活的动力，甚至大侄子这个没有地位的私生子，有了他的细心关切，也能感到大家庭的温暖。总而言之，概括起来就一个字：蕾梅黛丝的好，简直绝了。最大的变故反倒是奥雷里亚诺，因为他看到卡牌女又抱着一个孩子找上了门。原来他宿醉的那一夜，正是这个女人抚慰了他渴望的身躯。没想到他还百发百中，如今他并没有像哥哥那样拍拍屁股走人，而是承担起了父亲的责任。不过转手就送到了蕾梅黛丝的怀里，但母亲乌苏拉实在看不下去了，总不能让新过门的正妻去养一个私生子吧？谁知他立即变了脸。再怎么说，孩子也是布恩迪亚家族的血脉。奥雷里亚诺虽然嘴上强硬，但不得不去赢得岳父理政大人的同意。随后他痛彻心扉地讲述了一切，还表示孩子以自己和哥哥的名字命名。没想到岳父竟想借机渗透宗教，便答应他让孩子马上接受神父的洗礼。在岳父的帮助下，洗礼很是顺利，这特别待遇却引起了一旁大侄子的嫉妒。在随后的答谢午宴上发生了2件事，竟直接导致了几人命运的改变。丽贝卡想趁神父还没离开就办好婚礼，谁知这一次对方就不走了。于是一旁的情敌阿玛兰达立即提议，应该在马孔多首个教堂里第一个举办婚礼。可当听说要3年才能完工时，丽贝卡立马就急了，为什么哥哥嫂子就可以特事特办，在家里办婚礼不是一样得到神父的祝福了吗？大侄子竟然一句话道破天机，听得李正顿时就懵了。幸亏母亲乌苏拉用威严镇住了尴尬局势，最后的定论还是教堂落成再办婚礼。而这顿饭直接带来的后果却是，大侄子很快接到了李正的诚意邀请，因为新建的学校需要个敢说话的校长。于是第2天一早，他就告别了将他养大的祖母乌苏拉。这一走代表着叛逆和决断，同时也铸就了他荒唐又悲惨的命运。而急着成婚的丽贝卡，竟成了每天视察教堂建设进度的监工。可眼看因缺乏捐款就要烂尾，他就跑到钢琴师的乐器行，希望2个人干脆私奔一走了之。但对方事业刚刚起步，再出去创业不就相当于2个人一起吃土吗？他一听这话就受到了严重刺激，结果当晚家里都会定时发生了诡异的地动山摇。母亲乌苏拉就纳闷了，可循着刺耳的叫声找过去，一下就惊呆了。原来这巨浪滔天的震荡波，居然全都来自于丽贝卡精力旺盛的小身板。只有大树下的老何塞明白，让人耻笑的还是造化弄人的命运，而造成这嘶吼的始作俑者，却也在隔壁不停的伤心颤抖。家中也不是没有好事，不久后蕾梅黛丝就开始呕吐不止，是的，她怀孕了，并且奥雷里亚诺还预感到，她这种吐法是肚子里藏了2个宝宝啊！这可是家中的头等大事，居然令丽贝卡和阿玛兰达都暂时休战了，甚至2人都开始合作，还着手给未来的小侄子做起了衣服。怎料这短暂的平和，却酝酿着一个可怕的恶果。
以至于影响到整个布恩迪亚家族后世的几代人。而导火索竟是神父为了建设教堂，不得不像杂耍卖艺一样向居民讨要筹款。可即便他尽了全力，教堂也根本不可能在3年内建成。这时一旁的亲家说咱不着急哈。然而听到这些养女，丽贝卡简直要疯球了。而当天夜里，就在全家人为怀孕的蕾梅黛斯不吃饭而发愁时，那定时而来的震动又开始了，而这一次比以往更加强烈。看来是丽贝卡又犯病了。于是母亲连夜敲开了神父的房门，她决定不论有没有教堂，这个月底必须让养女举行婚礼。她立即送上了捐款，而神父也表示不成问题。自从有了这个好消息，丽贝卡立马兴奋地扑进了未婚夫怀里。可情敌阿玛兰达一想到婚期将至，她就开始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她偷偷溜进了家中那荒废已久的实验室。而此后的每个晚上，她都要来磨制一种阎王牌毒药，要说被情所困的女人恶毒。没想到离家出走的大侄子更是心理扭曲，坐上校长已经无法满足膨胀的内心，他开始迷恋上了学生家长，而直到死都不知道那就是自己的生母。他变成了一个猥琐的胖子，嗅着烟味四处寻找卡牌女的曼妙身影。终于有一天，他看到接孩子的卡牌女动了邪念，他将卡牌女叫到了办公室，紧接着就锁上了房门。他兽性大发，直接就来了个饿虎扑食。无奈之下，卡牌女只好答应晚上再过来会面。她彻夜难眠，生怕自己被女人的花言巧语给骗了。然而黑暗之中，那扇留着的门终于被打开了。她一把将其顶到了墙角，却发现送上门的就根本不是卡牌女。殊不知母亲花了一半的积蓄，为她找来了一位穷苦人家的黄花大闺女。反正来都来了，两人从此就结为了正式的夫妻。一晃就要到了月底，阿玛兰达开始祈祷毒药能阻止丽贝卡的婚礼。然而意外却发生了，误食毒药的人竟是身怀6甲的蕾梅黛斯。丈夫奥雷里亚诺顿时就慌了，他急忙出去喊人帮忙，回来后却发现妻子已经断了气。最美的蕾梅黛斯中毒而死，连同一对双胞胎也横死腹中。妹妹阿玛兰达对此懊悔不已，便将满心内疚都倾注到照顾哥哥的私生子上。这个孩子将陪伴她走过永恒的孤独。最伤心的当属母亲乌苏拉，因为全家就这么一个带来希望的正常人，奥雷里亚诺失了魂。而征战全国的上校就要上线了。在后来的日子里，乌苏拉下令在哀悼期间紧闭门窗，并且1年内禁止大声说话，就连镜子都蒙上了一层黑纱。蕾梅黛斯的银板遗照前点起了长明灯，全家人都陷入了无尽的愧疚。直到一股狂风袭来，一个人在下午2点推开了紧闭的家门。这个魁梧大汉一副海盗打扮，乌苏拉一眼便认出，这不是失散多年的大儿子回来了吗？此人就是大侄子的父亲阿卡迪奥。而他的回归又将给丽贝卡带来一段风花雪月的故事。原来他加入了一群无国籍的水手，并跟他们一起环游世界65次。他遭遇了海难，在日本海漂流了2个星期。他靠着一块木板在海上不知漂了多久，最终福大命大的回到了家乡马孔多。隔天清晨，丽贝卡听到了院子里的声响，她好奇地悄悄走出门查看，然后嗅到汗味扒开了门缝。她从未见过如此健硕威猛的8块腹肌，此刻喘息声像极了火山喷发，仿佛她眼前的世界突然变得春光乍现了。要说丽贝卡的眼光绝对是稳准狠，因为这个大哥从小某些部位就大得出奇，谁知归来更是带着一股狂野和健硕。阿卡迪奥早餐要吃20个生鸡蛋，并且谈吐举止无不霸气侧漏。他雄伟壮硕的体魄很快就在夜店女郎之间掀起了惊涛骇浪。他把自己作为奖品，让所有女人以每次10比索的价格来抽签，这可是个夸张的天价，因为最火辣的姑娘一晚上也只能赚8比索。可即便这样，女人们也争先恐后的欣然接受，她也从不挑食，什么类型的都能来者不拒。所以和这个阳刚的化身相比，丽贝卡的未婚夫简直就是个牙签般的弱鸡。他眼巴巴看着却得不到，便又开始在院子里疯狂的吃土了。最后他索性趁着黑灯瞎火，竟然直接走到了阿卡迪奥的吊床前。那疯狂的一夜，丽贝卡第一次诚意的感谢了上帝。第二天一早，两人就明显变得甜蜜的眉来眼去了。等母亲乌苏拉赶来，阿卡迪奥就立即宣布要和丽贝卡结婚。他可管不了那么多，而且执意要3天后就举办婚礼。这下给乌苏拉气的，立即表示敢结婚就给我滚出这个家。仿佛丽贝卡正等着这句话呢，他转身就走，而阿卡迪奥也紧跟了上去，并附和着向家人宣布了自己的庄重决定。3人都被这一壮举震惊了，最生气的当属3女儿阿玛兰达，因为她从未放下对姐姐丽贝卡的仇怨，她撕烂了对方的婚纱，并将所有衣物都付之一炬。此刻那燃烧着的，就是她心中无法熄灭的熊熊怒火。而阿卡迪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第一时间将结婚的消息告诉丽贝卡的未婚夫。Me caso con Rebeca. Su hermana. No me importa. 此刻可怜的钢琴师郁闷至极，而纠缠3人之间的感情也快要以悲剧收场了。但阿卡迪奥和丽贝卡是幸运的，因为神父宣布两人根本不是亲兄妹，两人就这样完婚了。弟弟奥雷里亚诺也送上了家人的祝福，还有不知这就是父亲的大侄子，甚至还有躲在一旁唏嘘不已的卡牌女。2位新人在墓地旁租了一间小屋子，他们搬进去时一无所有，除了那一张可以随身携带的吊床。从此镇民们只能默默祈祷，那肆无忌惮的激情不会搅扰死人的安眠。2人的小日子过得也算红火。
自从丽贝卡吸纳了阿卡蒂奥那异常旺盛的精力，竟将他变成了干活的壮硕牲口，甚至他从自家院落开始耕种，竟一直拓展到了邻居的地界。他推倒篱笆，掀翻棚屋，直至强行霸占了最为丰饶的土地，并且整天还带着2条狼狗到处视察，试图进一步扩大自家的地盘。¿Cuánto pagan de alquiler por todo esto? Ajá, ¿quién? Esta tierra es nuestra. ¿Y dónde dice eso? 另一边，母亲乌苏拉对养女的退婚表示内疚，就邀请钢琴师每周2都到家里吃午饭。经过阿玛兰达满怀柔情的殷勤照顾，她很快走出了失恋的阴霾，因为她又有了新的追求目标。原来她一直是做小孩的阿玛兰达如此柔情似水，而转机来自于一场机会。因为看到丽贝卡挽着阿卡蒂奥前来，阿玛兰达便也将手插进了钢琴师的臂弯。就这样日久生情，钢琴师也感觉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爱情。他已经得到了母亲乌苏拉的同意，并愿意视如己出的一同抚养哥哥的私生子，还梦想着一起去自己的故乡意大利。既然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他便郑重其事地拿出了求婚戒指。很明显，阿玛兰达也充满了渴望。¿Te quisieras casar conmigo? 可就当全世界的人都在喊赶快在一起时，阿玛兰达却犹豫了片刻，竟然又将戒指还到了钢琴师的手中。不知为何，他果断地拒绝了。Ni el próximo mes, ni el año, ni nunca. Y si de verdad me quieres, Pietro, no vuelvas a pisar esta casa. 钢琴师立马就懵了，难道是自己的心意还不够诚恳吗？他决定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他连夜来到阿玛兰达的窗下，抱着一把奇特琴，大声唱出了潮水般的绵绵爱意。这悠扬的歌声感动天，感动地，感动了邻居大妈，还有一位憧憬着美好爱情的少女，甚至被绑在树上的老何塞都满意的伸出了手，但唯独感动不了固执的阿玛兰达。于是母亲乌苏拉打开了大门，面对钢琴师一夜的渴望，她也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这是一种死亡的信号，钢琴师彻底崩溃了。随后他划开了自己的手臂，看着鲜血滴在黑白琴键之上，他就这样在绝望中死去了。可笑的是，他没有等来建好的教堂结婚，却在神父的福音下安息而去。此时此刻，阿玛兰达又一次心生悔意，他安静地走到炉火旁边，他想让铁板的高温将搞砸了的自己烫醒，然而疼痛带来了一时清醒，却仍旧难以抚平他内心永远的愧疚。而此刻的母亲乌苏拉已经对这个亲生女儿彻底失望了。在而后的日子里，阿玛兰达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孩子身上，仿佛也只有孩子才能让他的旧伤疤不再疼痛。Tía, ¿puedo quedar esta noche contigo? Marilyn José, tienes que acostumbrarte a dormir solo. Es la última vez, te lo prometo. Está bien. 另一边，奥雷里亚诺刚死了老婆，岳父就让他在剩余6个女儿中再随便挑一个。可这等美事儿他居然不愿意。原来自由党想挑起战争，所以身为保守党的岳父便想拉拢女婿站队。但奥雷里亚诺对政治可没啥兴趣，而这胜负棋局之间，双方思想的根本对立早已跃然桌上。殊不知官为理政的岳父刚刚向居民们宣布，马孔多小镇即将进行第1次选举，从即刻起晚8点到早6点要实施宵禁，并且严禁喝酒，甚至朋友聚会都不能超过3人。对刀具的管制更为严苛，居然把家家户户做饭的菜刀都没收了。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没想到大侄子就刚好认识一位自由党的医生，可那伪造的行医证件背后却隐藏着自由党秘密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但大侄子的校长是理政给的，所以很难被同僚们所接纳。好在医生是马孔多地下党的头目，他当着众人的面交给大侄子一个象征叛乱的小药瓶。从此后，大侄子就加入了自由党。他们准备开始进行一场隐秘的宣传活动，而且暗地里和将军的信使接头，从外地搞来了一台印刷机。因为自由党与马孔多的理念一致，所以几乎所有建村元老的儿子都参与了进来。虽然他们不明觉厉的还不知道干什么，但每个人都满腔热血的期待推翻保守党的统治。大侄子带头宣传，发动居民们要选代表红色的自由党，而他所负责的学校也很快成为了自由派集会的秘密基地。Ha sido un pueblo libre e igualitario. Por eso es que nosotros tenemos que salir a votar. 经过医生的激情煽动，自由派的热血划破了宵禁之夜的宁静。等第2天的选举就没来几个人，而赶来的居民纷纷决定把票投给自由党，并当众喝下了医生准备的药水，这样就可以准确地计算出选票的张数。投票到了最后，奥雷里亚诺也得到了岳父里正给的蓝色卡片。无奈之下，他只能将自己这一票投给了保守党。然而在晚上统计投票结果时，却发现在仅有的132张选票中，红色以绝对优势大获全胜。理政灵机一动，干脆命人将两边的结果对调。可这个暗箱操作却被一旁的奥雷里亚诺看在了眼里。Si yo fuera liberal, esa sería una razón para ir a la guerra. Hombre, Aurelito, si tú fueras liberal, aunque fuera mi yerno, jamás hubieras visto esto. 当晚医生就得到将军的消息，原来全国都在选票上动了手脚，已经有很多地方的自由党开始了反抗。但不幸的是，所有站出来的人都被保守党处决了。当朋友们在酒馆郁闷时，刚好遇到了对岳父做法感到厌恶的奥雷里亚诺，于是很快他就被带到了医生的小诊所。医生倒也直截了当，表示要协同全国革命消灭保守党官吏，所以需要他的帮助才能完成暗杀他的岳父岳母和6个小姨子的任务。这特么不是开玩笑呢吗？奥雷利亚诺当即就果断给予拒绝。Usted no es ni revolucionario
ni liberal, ni nada. Usted lo que es un matarife. 然而当天夜里，一小队保守派的国民军悄悄进驻了马孔多，并且将学校变成了指挥部。结果第二天一早，医生就被逮捕了。这时神父还想上前阻止，却又被蛮横的士兵给了2枪托的电炮。奥雷里亚诺见状，他便立即去找岳父请求放人，但可惜对方也爱莫能助。如今的马孔多只有拿枪的上尉说了算，因为一旦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全国的城镇也就由军队接管了。没过多久，医生就被当着所有居民的面枪决了。Viva la revolución! 士兵们在大街上横行霸道，竟然将狗咬伤的妇女都直接活活打死。而见到这残忍一幕的奥雷里亚诺，内心顿时燃起了愤怒的烈火。这根本不是政治选举，这分明是你死我活的血腥战争啊！他背起行囊，紧接着将实验室里所剩无几的刀具全部带走。他不顾母亲的苦苦哀求，又俯身向绑在树上的父亲告别。他头也不回，毅然地走向了大革命之路。他先是告诉朋友，去召集人手，准备向国民军开战。然后他又来到墓园，他想争取自己哥哥的加入，但哥哥已经见过外面世界的残酷，只想在家乡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过普通日子。很快，时间来到了午夜时分，他们杀死了门口的守卫，夺来反抗队伍的第一把枪交给了奥雷里亚诺。随后众人一股脑冲进学校，将当街杀人的士兵全部抓了起来。Honor y patria, mátenlo! 此刻的奥雷里亚诺表情刚毅，这是他们投靠将军闹革命而迈出的第一步。而临行前，他将守护马孔多的重任交给了大侄子，然后踹开了岳父家门。他在壁橱中找到了吓尿了的李正，表示他们已经从保守党手中解放了马孔多，并保证对方和家人不会有事。¿Qué es este disparate, Aurelito? ¿Te volviste loco? Ningún disparate. Es la guerra. Y usted a mí no me vuelve a llamar Aurelito. A partir de este momento.Soy el coronel Aureliano Buendía。当晚，奥雷里亚诺便有了上校的称呼。他带领小伙伴们踏上了革命的征程，而从这一刻起，他也展开了自己波澜壮阔又辉煌的一生。他一向冲锋在队伍最前方，却总能在死亡线上奇迹般的生还。然而他拉起的第一支队伍，竟仅仅由21位缺枪少弹的乡亲组成。他要解救被俘的另一名上校，却因暴露了行踪而未能取得偷袭成功。眼看队伍伤亡惨重，他只能尝试着独自溜出去寻找援军。他想寻求一名农户的帮助，可这兵荒马乱的哪还有什么信任可言？他丢了战马，四处逃窜，又迷失在当年父辈们建立马孔多时途经的大沼泽。他担心战友的安危，却又精疲力竭。恍惚中，仿佛看到了壮年的父亲老何塞，直到再也走不动，他重重地摔在了烂泥里，晕了过去。等他昏迷中睁开迷蒙的双眼，却发现自己躺在了一位好心村妇的床上。原来对方已经救了很多自由党伤员。更幸运的是，当晚女人就帮他找到了一支援军。没想到对方早就听说了他的壮举，所以立即带着队伍赶去会合。然而回来后却遗憾地发现，那些伤员早已经被同伴们就地安葬了。上校突然意识到，自己必须以胜利来结束全国的血腥屠杀。Este gobierno de porquería tiene que caer. Tenemos espíritu de lucha y una deuda de honor bien grande con ellos. Pero es más importante rescatar al pueblo. O entonces, ¿para qué estamos peleando? Hasta que no le reclamemos a esos hijos de puta. 一段激情演讲之后，上校带领着援军队伍正面冲向了敌军大营。经过双方的一番鏖战，他们终于救出了被俘的自由党战友。奥雷里亚诺取得了第一个胜利，而家乡马孔多也迎来了自由党的高光时刻。因为学校里的孩子都纷纷举起了枪，大侄子给自己挂上了勋章，腰间再挎上马刀，紧接着又登上马靴。他参照拿破仑的形象，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制服。有了奥雷里亚诺上校的嘱托，他自以为是的成为了马孔多的民兵首领。新官上任，他就宣布了第一个政令：所有男人必须到营地服兵役，而且必须佩戴红色臂章，每户人家和店铺都要粉刷成自由党的红色。可这句话却受到了乡亲们的质疑，因为马孔多从建立之初向来都是自由的。然而三言两语之后，画风就转向了讨伐保守党任命的李正上。很快，大侄子就把当街训练孩子们打靶当成了正事，谁成想却吓得居民们纷纷躲进了房子。这时他又接到了一个投诉，原来是那个被他大伯强行收租的邻居。于是下一秒，他便笑盈盈地来到丽贝卡二人居住的墓地小屋。怎料他竟不是来主持公道的，而是把这个真父亲的霸占田地事业合法化。因为马孔多从未做过财产登记，只要签字，所谓的大伯阿卡蒂奥就成了田地的主人。不过必须向他交一部分税款。要说这父子俩混蛋的特质还真是有点像。而后得到甜头的大侄子变本加厉，居然为了筹集军
费要向所有的商户都征收重税。在场的军民们敢怒不敢言，唯独乐队的小号手为大家鸣不平，竟然吹起来了讽刺他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夸张旋律，顿时引起了人们的哄堂大笑。大侄子使了个眼色，一旁的学生兵就立即扣动了扳机。他被居民们排挤为跳梁小丑，却不自知，仍旧在我行我素的胡作非为。他把自己的话当成了法律，对于藐视的人必须就地正法，特别是保守派的理政。可就在学生服从命令举起枪时，只见祖母乌苏拉竟突然挡在了身前。大侄子想要强行将其推开，可乌苏拉却随手就抽出了鞭子。他想骂醒恐吓父老乡亲们的跳梁小丑，手中的抽打就变得越来越凶悍。大侄子顿时就傻了。听到这个噩耗，大侄子坚守的信仰瞬间崩塌。原来乌苏拉刚刚收到前线的来信，可正要读给老何塞听时，却看到了儿子战死的消息。紧接着亲家又慌张地找上门求救。就这样，他及时拦下这个大孙子的胡作非为。他让所有人按自己的意愿粉刷房子，恢复了小镇原有的正义，李正也被救了下来。大侄子只能灰溜溜地带着学生返回学校。从这一刻起，乌苏拉的形象在人们心中高大起来，他也成为了镇上唯一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人。而狐假虎威的大侄子，只有卡牌女真正关心他这个真儿子。他用纸牌推算出马上会有个女人来寻求帮助，并且一定要听从。然而大侄子却没放在心上，果然如推算的一样，很快一个女人就闯进了他的办公室。此人竟是乔装打扮的自由党军，对方其实是来传递消息的，因为保守党的军队马上就要攻入马孔多小镇，所以上校命令投降。考虑到敌人众多，还配备了重型火炮，反抗就会引来血腥大屠杀。可他刚听说上校已死，又怎会相信？好在对方及时拿出了信物，但可惜这样的小金鱼，上校在战争爆发前卖出过好几百条。尽管信使极力警告，但大侄子还是将其插了出去。万万没想到，保守党的队伍来得真快，大街上来不及逃命的无辜居民死伤无数，敌人很快就突破了防线，竟然一炮就炸掉了教堂的尖顶。而面对重火力攻击，民兵们的抵抗简直就是在送死。他被护送着逃命，却眼睁睁看着身边的护卫被炸死。紧接着敌人的骑兵也冲了进来，对于反抗者一律格杀勿论。这时信使请求大侄子放了自己，他不能以这副女人的装扮羞耻的死去。没过多久，民兵们就被枪林弹雨困在了学校内，只有信使还有点作战经验。可在连续击杀几人后，却发现敌人的大杀器上场了。很快学校就被攻陷了，而大侄子也只有逃命的份。面对无情的血腥杀戮，他这才知道战争真正的残酷，是居民们的拼死抵抗救了他的性命。随后他逃进一个避难所，却又被满屋子的妇女儿童扔了出去。他求助李正想办法就医救居民，可无奈对方也无能为力，况且子弹无情，稍不留神就会送了小命。大侄子只能继续逃，好在遇到了正在四处找他的阿玛兰达。可是他们刚要逃进院子，就看到追兵已经到了门口。乌苏拉见状，立即护在了最前方。他想尽量保住家的完整，只可惜面对枪口，他显得如此的微不足道。谁知对方的上尉也不刁难，上级的命令是必须抓捕这个带头抵抗的战犯。此刻为了保住全家人的性命，大侄子终于做了一回舍生取义的真男人。他很快就被判处死刑，行刑地点就选择在了马孔多的墓园。他在最后时候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热爱那些曾经恨入骨髓的人。他向亲人挥手告别，住在附近的丽贝卡也无奈地摆了摆手。当上尉问到有什么遗言时，他只想给女儿取名为祖母的名字乌苏拉。如果妻子还未出生的这一胎是男孩，就叫做何塞阿卡蒂奥。但这不是沿用大伯的名字，而是要光荣地继承祖父老何塞的姓名。随着大侄子的死，布恩迪亚家族第3代人的故事也拉开了帷幕。自从马孔多失守之后，上校的革命小队也在战斗中被打光了，全镇21人19人战死，只有上校和副官被俘押回老家，他们被拴上了狗链子，等待枪决以儆效尤。谁知上校可是小镇的精神领袖，但凡看到这一幕的居民全都围上来抗议。老辈人沉浸在丧子之痛中，可当局却偏偏要当众杀人诛心镇压抵抗。母亲乌苏拉第一时间来监狱探望，却得知了儿子的死刑判决。乌苏拉泪流满面，急切地说侄孙女用了已是儿媳妇的名字。怎料上校早已通过诡异的感知力知道了消息，但这一次他的预感似乎失灵了，因为他怎么也没预见到自己的死亡，所以他将写给亡妻的事交给母亲，希望烧掉后妻子能够看得到，然后叮嘱别去哀求任何人或卑躬屈膝，就当自己早已战死在沙场。然而母亲看着那满含深情的文字，却并没有放弃儿子生的希望。当晚所有人都闷闷不乐，只有看押的上尉带着手下去酒馆找乐子。
怎料姑娘们全都避而远之。他立刻感受到了上校在民众心中的地位。这时卡牌女说出了一个占卜，原来这里没人愿意做将死之人的生意，因为但凡对上校行刑的士兵，就早晚逃不过被杀的厄运。于是他无奈地向大家解释，自己和上校并无仇怨，他反倒是非常敬佩对方的英勇。可身为军人，必须要执行政府下达的命令。怎料第二天一早，上尉就收到了判决结果的电报，副官被判7年监禁，而上校则以叛乱罪将被处以极刑。很快上校就被押到了墓园。面对行刑队，他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他又看见了儿时的自己，当时穿着短裤，脖子上还系着领结。他又想到了父亲老何塞，此刻正在栗子树下灰暗的晨曦中想着他。见上校没有遗言，上尉便无奈地命令士兵做好准备。也许是卡牌女诅咒的威慑，士兵们也都磨磨蹭蹭的不敢动手。就当所有人都狠下心端起枪时，上校也平静地闭上了眼睛。他打了个寒战，却发现自己没有死。紧接着就看到哥哥嫂子端着枪走了过来，上尉立即下令所有人放下枪。这下士兵们都懵了。原来上尉也不愿杀了令人敬佩的上校，没想到上天就立即给了一个被劫狱的理由。随着手铐被打开，上尉也诚意地递过来一把枪。就这样，上校被哥哥和嫂子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兄弟俩依依惜别之后，改旗易帜的行刑队也在上校的带领下加入了革命军。然而在上校被救的1年之后，大哥阿卡蒂奥仍旧过着收租度日的生活。两口子厌烦了生活在死人堆里，便搬进了已是大侄子留下的豪宅中。两人在这里爱得更加肆无忌惮了。可当阿卡蒂奥像往常一样走进卧室时，房门竟莫名其妙的突然关闭了。随着一声枪响，只见一道血线从门缝下涌出，然后穿过客厅，又匆匆来到了大街上，仿佛有一种神秘力量的召唤，血线才来到了布恩迪亚家的老宅。紧接着又从客厅2个孩子中间穿过，一路拐向了厨房，最终来到母亲乌苏拉脚下，这才停住。他立即意识到了什么，便急忙顺着血线找了出去。他穿过熙熙攘攘的大街，直到看见了丽贝卡怀中大儿子的尸体。没有人知道阿卡蒂奥是怎么死的，这也是马孔多唯一一个从未解开的谜团。而丽贝卡从此紧闭房门，过上了一种活死人般的生活。他穿上了藐视整个世界的监视甲胄，没有世俗的诱惑能够将其打破。白发人送黑发人，两位名为阿卡蒂奥的父子俩在1年内相继死去，而哥哥去世的消息也顺着河水的流淌被上校所感知。他连续2天与其在梦中相见，现在他终于知道原因了。不过如今时值两军的停火谈判，上校实在无暇顾及家中之事。保守党政府敞开了对话的大门，可是关人民尊严，他放弃了地方代表的诱惑，并决定给人民提供更多利益前不会停止战斗。从此之后，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自由党的骑兵出现，传奇就此上演。奥雷里亚诺上校被传成了神一样的英雄人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武装了1000多人对政府全面宣战。他暗杀保守党的市政官员，却总能在任务完成后神勇的全身而退，以至于他的悬赏令贴满了大街小巷，而奖金一度高达5000比索。他甚至发誓，如果自由党对保守党卑躬屈膝，那就直接带领兄弟们前去声讨。很快，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他就遭到了不明身份的刺客的袭击。于是，在一番力量的角逐之后，上校仍旧凭作战经验侥幸躲过了一劫。另一场更加激烈的战争就此开始，追随者拥戴他为加勒比海革命军总司令，头衔则尊称为将军。可他虽然接受了职务，但却拒绝升衔，并表态只要保守党政府仍在掌权，他就绝不会接受这一头衔。在一次又一次的暗杀成功后，上校逐渐在战火中磨练的刚毅又冷血，但意外的却是，他竟与敌方军官交上了朋友。因为两人竟然有着共同的政治主见，他们认为所有政客都是一丘之貉，唯一的区别就是自由派去做5点的弥撒，而保守派去做8点的。所以这场持续10年的战争毫无意义。如今其他自由党领袖正在和政府谈判，并且马上就要签约了，但上校却愿意再战10年甚至更久，直到让人民掌控自己的命运为止。可对方却一眼就看出，上校是为了证明自由党对他的不公。原来他这支军队并不被认可，所以对方劝他停止攻击那些无辜的人，并表示自己就要退出战场了。政府已经任命其为马孔多的军政领袖，这也是最后的道别。蒙卡达将军上任后，他第一时间敲开了布恩迪亚家的大门。他邀请德高望重的乌苏拉带他四处转转。战火硝烟已经改变了马孔多的模样，将军承诺一定会尽责照看好这座小镇，不论这里属于哪个政党什么颜色。随后将军也成为了马孔多的第1任市长，而这个已成规模的小镇也很快就从战争的阴霾中抽离了出来，逐渐成长为一座繁荣的大型城市。
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小侄子也慢慢长大了。这天他偷偷溜进阿玛兰达的卧室，不由自主地轻轻撩起姑姑耳边的长发，一寸一寸地探索着眼前诡异的亲密。他感到一阵激动的战栗。是的，他像杨过一样痴痴爱上了姑姑。他就是在阿玛兰达的爱抚下成长，已经青春懵懂的布恩迪亚家族的二孙子小何塞。而从刚刚那一刻起，情同母子的两个人就突然变得暧昧羞涩起来。直到有一天夜里，当姑姑阿玛兰达去仓库找蜡烛时，小何塞也悄悄跟在了身后。他实在无法控制心中对爱情的渴望，终于用行动表达了狂热的情感。然而要将爱升华的关键时刻，门外却突然传来一个急促喝止的声音。Amaranta. Las velas. Ya voy. Ya las llevo. 小何塞兴奋地认为没有露出马脚，可阿玛兰达却知道这样下去迟早会被发现的。也许老母亲早有察觉，等待孩子们自己做出理智的选择。而此时的马孔多在蒙卡达将军的治理下，呈现出一种安定和平的氛围。他宣扬每一个人必须享有同等的权利，学校也回归了被占用前原本的用途。可将军正宣扬治理方针，小何塞在下面却又不安分地动起了小手。他执着的镜头像极了上校父亲，便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到了姑姑身旁。这一次似乎不再会有他人的打扰和阻挠，两人终于敞开了心扉。可就当他们要大胆地做一回自己时，理性最终还是战胜了冲动。阿玛兰达清醒地阻止了继续犯错，他让侄子最好还是离开。这又是一段虐心的故事。原来，自从哥哥奥雷里亚诺上了战场，私生子小何塞就全由妹妹阿玛兰达精心抚养。而1年之后，侄媳妇索菲亚也被老母亲乌苏拉收留到家里。跟随而来的第4代孩子中，老大是个女孩，就沿用了嫂子美人蕾梅黛丝的名字。大侄子被枪决5个月后，索菲亚又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他们分别被命名为奥雷里亚诺第2和阿卡蒂奥第2。这也相当于布恩迪亚家族第2代的轮回。几辈人的名字虽然容易混淆，但这恰恰也传承着家族与生俱来的荣誉感，还有那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希望。而岁月如同栗子树下那斑驳的光阴飞速流逝，撑起这个家的女主人乌苏拉已经满头白发，如今双胞胎调皮的长成了一模一样。他们仅差几岁的大伯小何塞也已经高大成熟。可就在他被阿玛兰达拒绝的当晚，他拿起背包一个人静静地离开了家。两人相隔栗子树下对望，却不知再相见已是阴阳两隔。而小何塞这一走，也注定了阿玛兰达孤独与愧疚的一生。而第2天一早，乌苏拉发现老何塞竟然一直在树荫下站着发呆。她准备给丈夫读一读儿子的来信，却看到了一个惊人的噩耗。原来信上写着好好照顾父亲，他就要死了。既然儿子的感知力已经预见到死亡，那他就随时都可能会失去老伴儿。乌苏拉立即解开老何塞的绳索，并叫邻居帮忙把丈夫搀回了卧室。老何塞躺在床上，却怎么也无法入睡。他想再看一眼外面的世界，于是他打开了房门，却进入到了一个有无穷房间的梦中。他梦见自己从床上爬起来，二孙子小何塞去军营投奔了传奇的父亲。他欣慰的一笑，然后推开了另一个空间的大门。在这里，他看到大孙子刚刚给朋友老梅洗过澡，他急忙冲进河里，生怕老伙计再次被湍流的河水冲走。然而失去的怎会重来？也是时候应该放下心中的牵挂了。他走向岸边，又推开了实验室的大门。他的下一个后代正认真阅读着老梅留下的手稿，而书恰好翻到了他生命中的这一刻。他又看到了被自己杀死的那个倒霉斗鸡对手，他们终于要到另一个世界会面了。而拉开另一扇门，他们一起走向了那一片星光璀璨的夜空。两人渐行渐远，直到无数小黄花如细雨般缤纷飘落，满天花雨形成一场寂静的风暴。在马孔多落了一夜，花朵覆盖了屋顶，又堵住了房门。此刻乌苏拉知道自己也将会在一个炎热的中午孤独的死去。大街小巷都覆上了一层细密的花毯，人们只好用铲子为送葬的队伍清理出通道来。老何塞真的死了，但他的尸骨永远留在了他一手打造的自由之地。送葬的队伍塞满了街头巷尾，人们都为马孔多的奠基者送上了缅怀的花朵。在父亲去世多年后的一天，上校率领10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回马孔多。当地驻军收到的命令是坚守到底。蒙卡达将军立即部署阵地，准备奉命抵挡上校大军的进攻。乌苏拉只身来到上校的军营，他感觉眼前的儿子恍如一个陌生人，脸庞镀上了一层钢铁般的冷印，显现出以往不曾有过的不念旧情的凉薄。他劝儿子放弃进攻，因为已经好久没有如此平静的生活了。可上校却仍旧不为所动，因为只有夺回马孔多，才有真正的自由。Esperando el momento de recuperar Macondo para nuestra causa. No sé, pero lo que sí sé es que estás a tiempo de hacer lo correcto. 最终，上校还是如期发动了进攻。马孔多的命运再次迎来了劫难。乌苏拉来到丈夫的坟前祈祷：原来你我都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
至此，世界名著《百年孤独》第1季完结，第2季将在2025年与大家见面。届时我也会在第一时间送上精彩解说。如果你喜欢这个魔幻现实主义故事，还请朋友们点个小小的关注。主页里还有很多好看的剧集解说，总有一部会走进你的心里。咱们下一个故事再见吧。